中国外交部深切哀悼鲍威尔，而国内民间评论却说绝不原谅，中间何以有了这么大的差距？曾经当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过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前几天去世了，享年84岁。然后很多微信群里边的人呢，就聊到这个事儿，绝大多数人对鲍威尔的态度呢是嘲讽的。毕竟他在联合国那次洗衣粉事件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可以说是特别深，而且说对他一生来讲是最深刻的。上海呢某个著名的周刊文章里边写的是，对于包括美国人在内的世界上许多爱好和平的人们来讲，即使在鲍威尔死去的时候也绝不会原谅他。但是紧跟着中国外交部却表示，鲍威尔前国务卿是美国资深外交家，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上一个让外交部表示深切哀悼的是国际奥委会前任主席罗格，对罗格的称号我们已经给的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而同样被哀悼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有傅高义，也是研究中美关系的专家。所以意外吗？中国政府眼里的鲍威尔跟很多人想的完全不一样。至少在一个国际关系、外交领域，还有就是军事外交领域的研究人员来讲，中国政府的态度其实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这个圈子里边公认，鲍威尔对中美关系、对中国的态度，至少在他那个时代算是相当的不错。至于说洗衣粉事件呢，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中国也是一种贡献。一方面，普京的调侃最后结果是让大家真的以为鲍威尔在联合国拿的是一管洗衣粉；另一方面呢，鲍威尔拿的虽然不是洗衣粉，也不是化学武器，而是所谓的化学武器原料，但是他毕竟是向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假情报、假证据。事后的结果呢，让中国国内很多人对美国的认识有了一次根本性的颠覆，对美国信任从此不在了。甚至美国不少盟友国家在后来的行动中也经常以此为理由，以此为经验，对美国的一些个相关的根据表示过质疑。所以这个教育意义几乎是没人可比了。不过呢，中国外交部对他的悼念也不是因为他有这个教育意义，也不是因为这个讽刺。现在呢，大家都明确一点，很有可能美国中央情报局给鲍威尔的情报数据信息就是假的。所以鲍威尔后来把这件事儿当作自己一生的污点，最后干脆就离开了美国共和党。他离开共和党之前也是特别支持民主党，被共和党当成了叛徒。中国外交部之所以哀悼，还是因为鲍威尔在中美关系处理上相对于美国其他政客更加的理性，更加的温和。他认为美国要跟中国打交道就必须真诚，靠威胁对付中国是根本没用的。根据他的经验，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是完全可以合作的。而且呢，2001年以前中美关系非常糟糕，然后鲍威尔上任当了美国国务卿，马上说了一句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增加军费，鲍威尔也评论说不用紧张，这可能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必要步骤，中国人不是针对美国。他还讲中美两国有广泛的合作，某些领域的分歧是很正常的，这些说法都已经和中国政府对中美关系的表态高度吻合了。而特朗普带着手下对中国大打出手的时候，鲍威尔也在一直骂特朗普是个政治骗子。虽然他不是帮中国在骂，但是我们对比一下鲍威尔和特朗普手下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外交部还有各个国家级媒体今天还是公开的要把鲍威尔当作朋友来说。对于国家而言，现在外交部这个深切哀悼其实就是告诉全世界，只要对中国做过友好的举动，我们都会记得。这其实就是我们一贯的外交策略。对于媒体，让更多的普通人客观了解一个政治人物，不吹不黑不情绪化，让更多的人明白如何去区分对待政治人物，也是媒体应该有的良知和职责。好，关于如何评价中美关系中的鲍威尔，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